嗨，大家好，歡迎回到頻道，我是 WiFi。咱們今天這期視頻的內容是：你們還好嗎？為什麼我還在錄視頻，還在買入？那我們在開始視頻之前呢，還是依照老規矩，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的頻道，也不忘了打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然後 Momo 呢，最近有活動啊，到6月底就結束了，就是你只要投資啊，注入資金$5000以上，你就可以拿到價值$30的 SpaceX 的股票，以及当你的資金達到一定量的時候呢，你可以拿到價值$1000等值的英偉達股票和高達8.1%的現金收益啊。那如果大家感興趣的美国朋友們，不要忘了點擊我的視頻下方鏈接啊，進行注冊。你們的注冊將会是對我的頻道的大力支持。那好了，那廢話不多說，那我们就直接開始今天的視頻吧。那我們還是依照老規矩吧，先亮賬戶。首先呢，咱們來看看我的2萬的美股挑戰賬戶。到目前為止，收盤為止啊，我現在市值的是$19660啊，就感覺就是我過去這2個多月的這種收益15%甚至20%的收益呢，就全部都被抹平了，甚至啊，現在呢還有浮虧啊，現在浮虧呢是負的$276。那再看看加密貨幣啊，加密貨幣真的就是更是慘不忍睹啊。那現在的市值呢，僅僅只有$13000，持倉收益呢是負的$5634啊，甚至更高，因為我賣出了一部分的其他的貨幣啊。那最近的不光是加密貨幣了，整體股票行情呢，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好哈。那如果你持有了 AMD， 持有了美光，持有了閃迪、SanDisk 的朋友們，恭喜你們，你們還依舊是在高位中啊。但凡你們是持有了大科技，但凡你持有像我一樣重倉了微軟、Oracle、ServiceNow 的朋友們，你們现在的持倉應該是很慘的哈。那市場呢就是這樣的啊，那板塊輪動沒有輪動到這些優質的公司的股票的時候，我們就還需要再等一等。那麼這股票呢不是今天咱們的重點，今天呢我們來聊看看加密貨幣哈。你們真的大家都還好嗎？比特幣呢，咱們先看看比特幣的價格哈。現在呢還在6萬出頭的位置呢徘徊，感覺很長時間了吧，都一直啊沒有任何抬頭的跡象。再看一看以太坊吧，以太坊呢也是在$1663啊。那$1663的價格是什麼時候達到？上一次什麼時候達到的呢？上一次達到的時候呢是在2025年的4月份，也就是川普啊在開始實施加稅政策的時候的市場恐慌型的暴跌哈。那以太坊呢也是跌到了這個價位，甚至更低啊。那再一次啊，那將會是在2022年的整體加密貨幣的熊市的時候，比特幣才達到了現在這樣的一個價位哈。所以說以太坊現在呢也幾乎回到了歷史的很低的位置啊，至少咱們可以說是過去的4到5年吧白忙活了，对吧？持有以太坊的幾乎就沒有任何收益，如果你沒有在高位套現的話哈。那以太坊還好，那Cardano ADA呢已經跌破了啊，在2023年的時候的最低點的$24啊，那現在呢已經僅僅只有$15了。那持有 Cardano 的朋友們，你們真的還好嗎？你們還有信心持有嗎？哈，那在如此這種動盪、如此兩极非常分化，或者說两極分化非常嚴重的市場中哈，那我為什麼還會堅持的跟大家去定期的出視頻，跟大家去聊聊看我的投資的想法、投資的選擇建議，以及我為什麼還在買入呢？那麼今天可以就來聊聊看哈。那麼就先看看 Cardano ADA 吧，應該有很多人非常關心，說 Cardano 它的底到底在什麼位置啊？那首先我告訴大家這個答案吧，啊，我不知道啊，真的是不知道哈，因為大家當跌破了以後，當市場想讓它下跌的時候，它可以跌到任何一個位置。那我們可以參照的就是股票當中的 Meta 哈，在 Meta 呢，從2021年9月份的最高點，當時達到了$377以後呢，一路下跌啊。當時的市場整體的負面情緒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說 Meta 到最後啊，最低點甚至達到了$86啊，它的下跌幅度有多少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哈，它的下跌幅度啊有77%啊，你能想到一個大科技啊，一個 Magnificent Seven。一個大科技既然能夠下跌，短期之內下跌77%，這跟加密貨幣，這跟比特幣，這是跟以太坊和 ADA 有什麼區別呢？對不對？所以說，當華爾街、當分析師、當市場想讓它下跌的時候，它可以跌到無限的多。但是只要這家公司的基本面是強勁的，它的業務能力是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改變的時候，它未來反彈的幅度也將會是巨大的。這也就是為什麼 Meta 到達了$86、$87以後呢，一路上漲啊。
上涨最高呢達到了接近$800，对吧？那我们回到加密貨币，Cardano 会不会跟它同样呢？我不清楚哈。那Cardano能跌到什么时候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大家把这个图放大来看，我们就看屏幕中现在这个图哈，Cardano现在的位置呢是$15。那有多少人在2020年在 COVID 的时候有買过 ADA， 或者說是在它之前的時候就已經買入了 ADA 呢？那如果有這樣的朋友們，我相信你們是對 Cardano 現在的價格呢不會有任何的這種心態上的變化的，或者說你有心態上的變化，但是你會給告訴自己是原來 Cardano 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我也經歷過我的賬戶的這個表面紙面上的這個金額大起大落的一個經歷一個過程。只要 Cardano 它的基本面和它的未來的目標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Charles Hoskinson 還依舊在執掌着 Cardano 未來的前進方向的時候啊，那我對於 Cardano 或者對於現在價格呢，還依舊是在承受範圍之內的啊。我在2019年的時候就已經買入 ADA 了，我最初買入 ADA 的價格是在$25啊，那現在的價格呢是$15，所以說它距離我第一筆買入 ADA 的價格呢已經跌了30%以上啊。那我現在整體 ADA 的持倉的平均價格是在$32到$33，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現在跌幅已經跌破了50%了，可能有55%、57%左右了哈。那如果大家問我現在你還好嗎？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去說，我非常好，我還 OK 啊，並不是因為說價格已經跌到我已經無所謂了一個價格我還 OK 啊，而是因為我對於整體 Cardano 的項目和它未來的成長方向，以及它在過去這5-6年它的每一步的成長，每一步它的進步和每一個它的重大更新，對於整體 Cardano layer 的這個和的功能上面的彌補啊，我都是看在眼裡，我也看得見它未來的2到3年它的一個方向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對它我依舊是充滿信心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還在持續買入 ADA 的原因我在6月5號和6月6號的時候呢，分別買入了1萬個 ADA 那平均價格呢，大概現在可以看到大概是在$16的樣子比現在的價格呢還是略高了一些大家看到我買 ADA， 那很多朋友們會認為說，你還在買 ADA， 我是不是也該買 ADA 呢？這裡我不給大家去做任何的推薦如果大家持續看好 ADA 的話，那你就持續的做你覺得最正確的選擇逢低買入就好了。那如果大家覺得說 ADA 沒戲了整個加密貨幣可能只有比特幣能夠存活下來的話，那你就果斷的清倉吧。如果你真的沒有信心了，真的沒有必要跟自己去內耗，好吧？而且我不希望大家去能夠誤解我在買 ADA 就代表是我僅僅只買 ADA 那 ADA 我買入的這個金額和數量僅僅佔我所有包括買股票包括買比特幣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甚至小到我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一部分。我的絕大部分的買入量呢，還是在買入到了比特幣和股票上面所以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價值投資者，我作為一個跟大家去聊分散投資的博主來說，我一直跟大家去聊的是一定要分散投資。我會花很小的一部分資金在持續的去補入或者是逢低加倉那些風險最大的那一部分，而對於那些風險比較小的，相對來說很小的，或者說基本面很強的股票來說，我會加大資金量去持續的去買入，在價格非常非常合理、性價比非常非常高的情況下進行價值投資那除了聊我為什麼還在持續買入之外呢，還需要跟大家去聊一個問題，就是希望大家能把時間能夠放長放遠任何一個公司任何一個項目的價格並不是在短期1個月3個月6個月甚至1年之內就能形成質的飛躍的，它的形成價格形成質的飛躍，它價格能夠上漲5倍10倍甚至更高價格的，它所花的時間以及它開始上漲的過程之前，它需要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長的一個築基的過程。舉幾個例子，比如說是特斯拉，特斯拉從2013年的9月份開始到2019年的6月份，長達6年的時間裡，其實它的價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到2019年的7月份的時候，它的價格又回到了$12，但是它的長久的積累，它的背後面這個公司實際的運營，它所研究的技術在持續發展，
當大家意識到它的產品是有一定的市場，或者它有了顛覆性的改變的時候，它的價格就會實現質的飛躍。那也就是為什麼 Tesla 能在2019年以後呢，有高達甚至1000%幾十倍以上的這種收益啊。不光是 Tesla， 對不对？我們可以看一下.com bubble 以後的微軟，.com bubble 以的亞馬遜，同樣都是一樣的一種方式哈。在2020年.com bubble以後，微軟花了多長時間才開始它的下一次的大幅度的上漲呢？那是到2013年的3月份、4月份啊，那長達有3-4年的時間吧。亞馬遜同樣如此啊，甚至我们可以看看最近風頭最盛的 AMD， 對不對？AMD 在當時啊，就一路下滑到了最低點1塊7毛5了，都已經快要破產了，才會有了一次完美的翻身之仗啊。那現在從1塊多呢，一度漲到了現在的$520，最高達到了$560啊。所以每一只股票，每一個價格的上漲，它的一個趨勢都需要一個持續的積累，它需要持續的去進步，它的項目，它的基本面持續變強。等它真的被所有的華爾街、被分析師、被機構都看到的時候，當大家都認可了它的技術真的在市場上有實際應用，並且能分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大的蛋糕的時候，它的價格就會有體現。那同時呢，也希望大家能多給一些股票，多給一些項目一些時間。真的，大家一定要把时間拉長，要看1年、2年、3年以後啊，到底會是如何。大家看到了，現在社交媒體上全是散布的這些負面新聞，包括 Strategy 的 STRC 啊，现在的價格呢僅僅只有$87啊，它應該是一個恆定在$100左右的一個高股息的股票哈，就是因為 MicroStrategy 自從 MicroStrategy 賣掉了32個比特幣以後呢，就開始有了整體的一個下跌吧，包括 MicroStrategy 的股票，包括 STRC 它的金融產品都有了一次短暫的或者是這種幾週的脫鈎啊。但是沒有人去跟大家去強調的是，自從 MicroStrategy 賣掉32個比特幣以後呢，它在過去的3週時間裡竟然是持續的在買入的。那賣出了32以後呢，分別買入了1550個、1587個和520個，對吧？它買入的這些比特幣遠遠的大於它呢賣出的32個比特幣啊。32個比特幣相當於 MicroStrategy 的多少？大家可以想想看啊，那真的是9牛1毛哈！大家只會放大一些非常想要去放大的負面新聞，但是大家不會去放大一些 MicroStrategy 的最近的買入操作。那你要問我說，為什麼 MicroStrategy 會賣出32個比特幣？2種可能性，對吧？第一種可能性是 MicroStrategy 在測試賣出比特幣以後的市場對於這個公司的反應。那第二點呢，他是想把他的自己的風險呢能夠平分下去，因為 MicroStrategy 一直跟大家去聊的是我永遠不賣比特幣，對吧？所以但凡 MicroStrategy 出現，比如說資金流出現問題 ，MicroStrategy 的股票持續下跌，甚至說 MicroStrategy 賣出一定的比特幣，甚至哪怕說只賣出1個比特幣，都會對這家公司的信仰或者散戶投資者對這家公司信仰產生質疑哈。所以他是想把這第一次呢能夠打破。能夠在這個市場的最低的時候，比特幣很低價格的時候，能把這樣的信仰能夠打破。那等他下一次再賣的時候，大家就不會說 MicroStrategy 是永遠不賣的公司了，他之前是賣過的啊。所以我認為個人認為這次賣出僅賣了32個，我認為它僅是一個測試，好吧？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把負面新聞和好的新聞，要大家能夠理性的、合理的自己去進行分析哈。那真的 MicroStrategy 這次的賣出對這家公司造成了實質性的影響嗎？哈，我答案是應該是否的哈。它的現金流是足夠大的，我也認為它的這種持續的這種金融產品是有很多機構願意持續去買入的、去買單的啊。比特幣現在$62,000。2年以後，大家認為說它還會在這個位置，還是說比特幣會回到歷史新高的$128,000，甚至會創造更高的位置呢？那大家自己做出評斷哈。只要把歷史的時間拉長，你就會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答案和想要看到的數字，好吧？那好了，那這些視頻呢就到如此啊。那我希望大家能在接下來的時间裡能夠放平心態。在之前視頻裡，我跟大家去聊過6月份的股票美股市場應該不會特別的好。那當美股
不是特別好的時候呢，全球的股票呢都不会特別好，那包括石油也好，黄金也好，甚至加密貨幣也好，都不会特別的樂觀。那我也希望大家在剩下這段時間裡，甚至7月初這段時間裡，能夠很好的調整心態，出去玩一玩啊，放鬆一下心情。過段時間再看，把時間拉長，好吧？那好了，那這期視頻呢就到這裡啊。如果大家喜歡這期视頻呢，一定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頻道，不要忘了關注我之後的視頻。那好了，那我们這期視頻就到這裡，下期視頻再見，拜拜。